那上一次的话，我们介绍了一下 projective module 的概念和它的一些判据和性质。那这一节的话，我们来介绍它的对偶的概念，就是叫做 injective module。那 injective module 的话，projective module 的话，主要的差别就在它 harm factor 上有点差异。就 projective module 的话，我们之前讲过了，它是一个推出的含子，比如说一个 projective module，它等价于说这个推出含子是一个 exact functor。这是 projective。然后的话，我们这里要讲的就是一个 injective module。这个 injective module 的话，它是一个拉回含子，是一个 exact functor。所以这两个概念可以看成是一个互相对偶的一个概念。那这节我们主要要讲的就是injective module。然后的话，我们会讲一些它的一些基本的性质，然后它与projective module 对应的上次讲的一些对应的一些判据和一些常见的结果。那这次的话，我们其实主要要讲两个内容。那一个内容的话，就是我们会强调这个 duality。这个 duality 是 categorical duality，就是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一个 category 里面的话，我们会有一些 morphism，或者说有一些结构。这些结构的话是由 morphism 来确定的，因为在 category 里面比较强调的是 morphism 的语言。那你强调这个 morphism 语言的话，给定一个结构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的所有的 arrow，所有的 morphism 的 arrow 都给它反过来。那所以的话，你这个 duality 的话，就是把这个 arrow，你之前这个 arrow 是这样的，把所有的 arrow 都反过来的话，你会得到一个新的结构。这个新的结构的话，一般把它叫做 dual 的结构。就是所以在这个图景下的话，duality 就讲的是你这个 arrow 全部反过来的结构是不是成立的。然后在这个 arrow 反过来意义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projective module 和 injective module 其实是对偶的概念。然后的话，第二点的话，我们就会讲一下这个 injective module 的一些性质，然后它的一些判据。当然，一个最主要的性质的话，就是在 projective module 里面，我们强调的说，所有的自由模都是一个 projective module。那又因为所有的 arbitrary module 都可以去看成一个是自由模的 quotient module。那在这个 injective module 下面是有类似的结果的。在这个意义下的话，我们也会看到一个，因为 quotient module 的话，在 dual 的意义下，在 duality 的图景下的话，它对应的就是一个 sub module。我们就会看到说，一个 arbitrary 的 module 都可以嵌入到一个 injective module 里面，就是它可以看成是个 injective module 的一个 sub module。OK，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部分。那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 duality。duality 的话，就是按照我前面刚刚讲的，就是这个 duality 在一个 category 里面的话，它其实就强调的说，你之前有个 arrow，这 A 到 B 的 arrow。再说，然后的话，你这个 dual 的一个 structure 就是把这个所有的 arrow 都给它变成一个，都给它变成一个反向的 arrow，就是这种东西的话，就是一个 duality，就互为 duality，互为 dual 的一个结构。那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啊，因为这抽象的讲它是比较抽象的，我们直接看例子就好了。那首先第一个例子的话，就是一个 monomorphism 和这个 apomorphism 它是互为 dual 的。那是什么意思呢？所谓 monomorphism，我们按照我们前面讲过的，就是说它是说这个 map 这个复合的话。这个东西的话是可以推出这个 G equals to H 的。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 F 就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单同态的一个推广，就叫把它叫 monomorphism。然后的话，这个东西的话画出图来的话，就是一个这样的被称为 equalizer 的一个结构。什么意思呢？就说你有一个 object，这有 another object，就 G 和 H 是两个 morphism。然后的话，你通过这个复合的话，这个东西要推出什么东西呢？要推出这个 G 等于这个 H，这两个要相等。这是我们的 monomorphism 的定义。那 apomorphism 是怎么定义的呢？它实际上你会发现，apomorphism 就是把 monomorphism 的所有的 defining 的 data，就是定义它的一些 data，那个 morphism 全部给它反向。那在这个意义下的话，我们已经知道说，你这个的 monomorphism 实际上是左边的消去，那你的 apomorphism 的话实际上是右边的消去，也就是说你这个 G 复合 F 等于这个 H 复合 F，这个东西要推出这个 G 等于 H。那在这个意义下的话，实际上就是把箭头反过来，箭头反过来的话，这边的话要推出一个 J 等于 H，这就是一个 apomorphism 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下面，我们会看到，哎，这种就是我们常见的各种 morphism 或者各种对象的话，它其实都是有 dual 的。只要我们把箭头反过来的话，它都可以自然的话给它构造出一个 dual 的结构。那另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的话，就是一个 product 的一个概念。product 概念就是我们上次讲的直合和直积。我们右边的话，这个叫直合，就是我们在我们前面讲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直合 direct sum。这个的话，我们就把它叫 direct product。direct product 的话，你因为你这个是一个 direct product，所以它是有个 projection 的，它是从 product 的这个 module 去到每个 component 的一个 projection，然后它满足一些 universal 的性质。然后我们通过反过来呢，direct sum 的话，实际上是有个嵌入的 map 的。这个嵌入的 map 的话，也就是从一个 component map 到这个 sum direct sum 的这个 space。
所以这个箭头的话，从canonical morphism 的角度来看，你看这个箭头是反过来的。但因为这个箭头反过来了，你别的 map 的话都要 factor through 这个 product 的结构，比如说你要 factor through 这个 product 的 module，或者是 factor through 这个 co product 的 module。所以在这里的话，所有的箭头你会发现都会反过来。那这个 canonical 的这个是反向的，朝左的。然后的话，这个 morphism 的话，之前是从下面指向上面的，那在这个意义下的话，它也是指向下面。所以这个诱导出来的这个 map 的话，它这个箭头要改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的话，那个 product 和 co-product 也是一个互为 dual 的一个概念。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啊。后面在物理学里面，当然你会在 topological order 里面的话，你会看到，或者说在霍普代数里面，你会看到这个 algebra 也有它的 dual 的概念，叫 co-algebra。然后一个 module 的话，其实也是有它 dual 的概念的，这个叫 co-module。总之呢，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简单的，就是比如说 algebra，举个例子来，algebra 的话，就是我们有两个 object a 到 a 的一个 map，然后的话，这是它的 multiplication 的 structure map，这是一个从 a 到 a 的 map。如果把这个箭头反过来的话，我们可以定一个从 a 到 a tensor product a 的一个 map，这样的结构的话，就是一个 co-algebra 的结构。所以的话，这种例子的话是很多的。那还有一个我们本节要强调的一个例子的话，就是我们的quotient。我们这个 quotient 我虽然这里没写，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也是在，就是这个东西是和 sub structure sub module 是 dual 的。就 quotient module 的话，我们知道，因为你这个假如说是m 是 m 的话磨去一个 kernel，假如说磨去一个 j 吧，它同构于这个 n，这个 n 是一个 m 的一个 quotient 的 module，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我们有一个 quotient map，这个 mj。代表我们代表我们有一个先有一个surjective map m 的 n，然后的话这个东西的话可以诱导出一个 quotient map，我们先来一个 surjective f，而这个东西可以诱导出一个 m 到这个 m 到一个 m 模上一个 kernel 的一个 map，就是 quotient map。那 quotient map 的话都是一个 surjective map。然后的话，然后我们还知道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实，就是injective map，injective map 实际上是一个 embedding。假如说你有个 injective map，这个 m 到 n 的一个 map 的话，或者说我们反过来，为了逻辑上更加顺畅一点，我们就是 m 到 n 的一个 injective map 的话，实际上是意味着这个东西可以嵌入到它里面，也就是说 n 可以看成 m 的一个 sub module。这两个东西的话，实际上也是反向的，因为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说，你这个一个是从 embedding 的话是一个 monomorphism 来刻画的，然后的话这个quotient map 的话，实际上是一个 epimorphism 来刻画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的话，你的这个 quotient 和 sub module 也是具有对偶关系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后面会看到，这所有的对偶都体现在这个。那总结成一句话的话，就是在这个意义下，这个 injective module 的话，它就是和 projective module 的话，它就是互为 dual 关系的。所以这一节的很多定理、很多结果的话，都是和上一节是对偶在一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看一下定义啊。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那个projective module 的定义。projective module 的定义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 map，这个 map 的话是一个apimorphism 的 map。假如说这个 f 是从 a 到 b 的一个 apimorphism，然后这是一个满同态。这个满同态的话，它满足什么性质呢？它在推出函子的意义下，你就把它看成一个推出映射的话，这个推出映射是一个 surjective，或者说我们现在是一个 apimorphism apic。只要上面 apic，下面就 apic，也就是说你在 Helm functor 下面 Helm functor 的意义下，只要你考虑推出函子的话，这个东西也是个满同态。只要 f 是个满同态，它推出映射也是个满同态。那反过来就是怎么理解它的 injective module 下的 dual 呢？那按照前面的逻辑的话，我们要这个反过来，你前面的话这个应该变成一个 monomorphism，变成一个单同态。你下面的话还是一个满同态，所以在这个意义下它是互为 dual 的关系的。那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我们下面这个定义。我们下面这个定义的话是说是这样的，就是说给定一个 R module I，我们知道这个 Helm functor 这是一个 contravariant functor，因为它是 I 在右边的话，这个 morphism 要改变的。就是假如说你有个 A 到 B 的一个 map f，然后的话你这个 Helm 以下的话，你的 target 固定的话，你是从这 Helm A 到 I，然后的话，然后你这里如果是有一个这样 Helm A 到 I 的话，然后的话你后面有一个 Helm B 到 I 的话，你会有一个反向的一个 map。这个 map 的话，我们把它叫做拉回映射。就是你可以把上面这个东西给它变成一个下面的这个 map，这就是一个拉回映射。那怎么去解释它呢？就是我们看下面这个图嘛，这个 m 是一个我们 m 到 n 的一个 map，这是个 f。然后的话，你假如说你有一个从 n 到 h 的一个 morphism，就要记住啊，这个 n 到 h 是我们右边的这一个部分，是我们右边的这个 b 这个部分，这是我们的 n，这是我们的 m。然后通过这个 f 的话，复合上这个 f，也就是说你从右边去复合这个 f，这个 f 拉回映射的话，就定义成从右边去 h 去复合它。然后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可以变成一个在 Helm 这个 m 到 I 的一个 map。
也就是它永远是把这个右边的这个 map，你一开始的你一个 map 的话是在这个 target 是在右边的，然后的话它会把这个右边这个的 home set 里面的一个 map 给它变到左边的 home set 里面的一个 map，所以这就是我们拉回映射的意义。然后有了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什么情况下 I is called injective module 呢？这个 I 在什么意义下 called injective module 呢？它这个定义就是说，如果你这个 map，如果你这个如果你这个下面这个 map 这个 morphism f is f is monomorphic monic 的 map，然后的话，你对应的这个拉回映射，如果它是个 surjective map，那这样的话，I 就被称为一个 injective map，就是我们基本的定义。那就是我们的定义6.1就说对于任意的一个 monomorphism f a 到 b，and 把这个话翻译一下，翻译一下什么意思呢？翻译一下就是我们下面这个图，就是因为你这个拉回映射是一个 apomorphism，它要是 apic 嘛，如果是这个 f 是一个monomorphic 的 map 的话，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的是你的这个 f star 是从 home 这个 b i 到这个 home 这个 ai 的。这个它是 apomorphism 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对于任意的这个 h，就它里面的一个 morphism，就这个 h，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 b 里面的一个这个 home b 到 i 的一个 morphism，such that 这个图交换。那上面的话，因为上面是一个 injective map，是个 monomorphism，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的一个左边零写出来，然后去强调它是一个 monomorphism map，的 module map。那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定义啊，大家可以去仔细记一下。其实它很简单的，因为你直接记这个图的话不好记，但是你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它 projective 的 definition 和这个 injective definition 是互为对的。projective definition 是 given a apomorphism，我们的推出映射，也是一个 apomorphism。就是但推出映射，你定义推出映射或定义拉回映射，你都要定义一个 target 的一个 module，你都要先 fix 这个 module。那这个意义下的话，就说你 fix 一个 module，把这个 module fix 到左边的话，这个东西如果是这个东西定义的这个推出映射，如果是把 apomorphism map 成 apomorphism，那这个 M 就是 projective module。那反过来的话，如果你在这个东西在右边的话，你这个反变函子的话，如果它把所有的 injective map 都 map 成一个都 map 成一个 surjective module map，那这个 I 就被称为是一个 injective module。OK，那这个东西有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几个基本判据。这个和我们上次讲的projective module 的一些判据是完全丢在一起，只不过我们没有写第5条，因为这个的证明的话，其实和前面基本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条啊，那这几条，这个是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说 I 是一个 injective module，它等价于什么条件呢？等价于首先第一条，就是说 F 属于 hom A 到 B，如果它是个 monic，就是它是个单同态，那它对应的这个拉回映射就是个 apic，这就是我们前面解释的嘛，就 definition 给它换了一句话嘛，就1和2等价是显然的嘛。然后第三点的话是说，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 sequence 0到 A 到 B 到 C 到0，这是一个 short exact sequence，那我们就必然有下面这个 sequence 是一个 short exact sequence，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就说这个对于一个 projective，回忆一下，我们对于 projective module 我们有类似的性质，就是说我们给定一个 short exact sequence，就对于一个任意的 function，我们知道它是不能保证这个 map 之后的那个 sequence 还是 short exact sequence，但是的话，projective module 和这个 injective module 都有这个好的性质，它可以保持这个 short exact sequence 的性质，所以它也通常是可以被反过来陈述成说，这个 hom functor 是一个 exact functor，就是它这个东西是个 exact functor。这个东西是个 exact functor，也等价于就是定义它是一个 projective 或 injective map。这里就解释了这个问题。那又因为我们知道这里的 hom 这个 I 在右边的话，这是个反变函子，所以你会看到这个 map 就全部转过来的，方向全部转过来的，这个要转到这里去，然后这一开始的这个转到最后面，然后这个 sequence 是 exact sequence，这是个很重要的条件。就这第三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看法，也是最简单的去记这个东西的方法。然后第4点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个 exact sequence。我们现在假说有个 exact sequence，然后的话，这个 sequence 的话，它必然是 split 的，也就是说，只要给出一个这样的 sequence，然后 I 是一个，你要记住啊，I 在这里啊，I 是我们的 injective module，它和1等价，就说什么意思呢？就你把它放在最左边的话，如果这个 sequence 是 exact sequence，那整个 sequence 必然是 split exact sequence。那我们再回忆一下，这代表什么意思啊？这代表的是说，这个 F 的话是具有 inverse 的，或者 J 是具有 inverse 的，因为这两个条件等价的，在 split exact sequence 里面，F 具有 inverse 和 J 具有 inverse 是等价的。就是你 F 的话是个单同态，所以它要具有一个 left inverse，然后 J 的话就要具有个 right inverse，一个叫 section，一个叫 retraction。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去证明它，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和上次我们做的证明是非常类似的一个结果。但是在我们开始证明之前，我们先给大家回顾一下一个事实因为隔了一段时间，有些人可能忘记我们这个事实了，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 Hom functor 有个很重要的性质，就是说一个 exact sequence A 到 B 到 C，这个 sequence 是一个 exact sequence，当且仅当 if and only if 对于所有的这个 module，我们都有这个推出函子是一个推出的这个东西作用在这个 exact sequence 上，它都是 exact。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有这个零到这个我们的 M A 到我们的 home M B，一直到我们的 home 这个 M C，这都是 exact。这是有关系，这个很重要。上次我们这证明过了，我也强调过，这个东西在交换代数啊和各种代数的书里面都是反复被强调的一个事实，就是说你这个左边的这个 sequence 啊，A 到 B 到 C，这个是 A 到 B 到 C，这个是 exact 当起它的 hom 推出的那个 hom 是对应的 sequence 是 exact。那反过来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 A 到 B 到 C 到零的话，这个 sequence 是 exact，当其简当对于任意的这个 module n，我们都有它的反变函数，就是反变一下之后，这个是我们还是从零开始的，是 hom 这个 C 到我们的 n，然后的话到我们的 hom B 到我们的 n，然后的话我们的 A 到 n，这个是 exact。那当然，这每个 morphism 的话都是它的拉回映射，这都是拉回映射，反正就是这个可以理解的，这是我们上次详细证明过的。那在这里的话，我们也要也同时是也同样要用到这个事实的。给大家回顾一下。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到第三的证明，因为一到二是显然的嘛，就是相当于重新阐述了一下这句definition 的意思。然后二到三的话，我们就是说这个 proposition 5.2就是我前面回顾的这个事实，就是说，因为你已经是一个，我们现在要证的是什么东西啊？我们现在要证的是说，假设它是一个 injective I 是个 injective module，我们现在要证的是这个 sequence 是 exact。那你要证这个事实的话，我们首先知道，因为你这一段是一个 exact sequence，按照我前面讲的，我前面回顾的，按照我们因为这一段是 exact sequence，所以你左边这段是 exact sequence 已经是显然的，就是这个东西是已经被保证了，被前面上一次我们讲的定理已经保证了，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去证明最后一部分，就最后一部分这个是 exact sequence，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你要证明最后一部分，把最后一部分加上来的话，实际上就相当于是要证明这个 F star 是一个 apomorphism，但是你这个拉回映射，你这个映射是个 apomorphism 是直接被保证，是 by definition 被保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是 F 是一个monomorphism 的话，它的推出映射，你这个东西是一个 I 是一个 injective module，by definition 它这个 map 的话是一个 apomorphism，所以这个是直接显然成立的。总结起来就是说，我们最重要的、最核心的部分还是要用我们前面讲的定理。那个定理是一个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 technique，在我们做这个设计 Hom 函子的时候。OK，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三个到第四个的证明。第三个到第四个的证明就是说，第四个的假设说，第三个就是说，假设你这个是有个 sequence，有个 exact sequence，你 Hom 函子作用以后还是 exact sequence。然后假设这个条件成立的话，我们要证明对于任意的 exact sequence，但是这个 I 在居于最左边，那这个 exact sequence 都是 split。OK，那现在我们来先看一下，假设首先我们知道这是一个 exact sequence，就是我们假设嘛。然后现在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说，我们知道的事实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事实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 exact sequence。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的假设嘛，第三条的假设，假设我们把这个 target 都取成 i，target 取成 i 的话，你就因为反变函子嘛，这个所有东西都要反向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 i 在最右边，然后中间就是 b，然后最 c 的话会被移到最左端。它是一个这个东西，首先是一个 exact sequence。然后的话，你现在要证明什么东西呢？你现在要证明的事情啊，你现在要证明的事情就是你证明这个 F 具有 left inverse，或者这个 G 具有 right inverse。那怎么去证明它呢？我们直接是观察到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东西，因为你是一个 exact sequence，所以它保证了这个 F star 是一个 apomorphism。你 apomorphism 的话，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对这里面是不是有个 special element 是 identity I？然后的话，它意味着这个 identity I 必然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morphism，这个 H 的话是在左边这个 B 里面，B 到 I 里面的，然后这个东西复合一下是等于 identity 的。那这个把这个东西再写开，这个拉回映射再写开，写开的话你写到左边去了，这个 H 这个东西等于 identity，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的是 F 具有一个 left inverse，这已经天然成立了。用我们之前讲过的 splitting lemma，然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这个 sequence 是一个split 的 sequence。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四点到第四条到第一条的证明，这个稍微复杂一点。就说第四条的话，就是假设你这个 sequence，假设你这个 I 放在最左边，你这个 sequence 如果是 exact，它必然就是一个 split exact sequence。那我们要推出这个I 是一个 injective module。那为了证明这一点的话，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结果。就这一点的话，直接证明的话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我们要用本节后面的一些结果。我们主要要用到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的话就是任何一个R module，任何一个 R module 都是一个 injective module 的 sub module，这是第一个事实。就我们在本节的最后会证明这一点，就是本节的最后一个定理。然后的话，还有用到一个事实，就是
对于 m 和 n，m 值和 n 是 injective，就是它的值和是 injective，当体剪刀 m 和 n 都是 injective。这个事实的话，我们后面也会证明，就是我们马上就要证明。然后这两个，如果有你就把这两个东西当成已知事实的话，你就可以很简单去论证它。怎么去论证呢？就是首先的话，我们知道从第一个假设里面知道，因为 arbitrary 的 module R module 都是一个 injective 的 sub module，injective module 的 sub module。那现在的话，你这个 I 是一个 arbitrary module，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 injective module E 的一个 sub module，也就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嵌入映射，把它嵌入进去。那有了这个嵌入映射的话，我们就可以构造出一个 short exact sequence。这是很显然的，因为你这左边是嵌入映射，右边是一个 quotient map。quotient map 的话，当然这个 sequence 是一个 exact sequence。那既然你是 exact sequence，然后我们现在又知道你这个 exact sequence 必然是一个 by assumption，这个exact sequence 必然是 split exact sequence。这代表什么意思呢？split exact sequence 的话，这时候我们就要用 splitting lemma 的里面其中7条等价性其中的另外一条。就说 splitting exact sequence 的话，他说这中间的这个东西可以表示成左右两端的两个的值和。那这个意思的话，就是 e 的话可以表示成这个 I 和 e quotient 这个 I 的一个值和。那现在的话，我们再用第二条，第二条的话就说你这个 e 的话是一个 injective module by assumption。那这样的话，你再用第二条的话，第二条说如果一个 direct sum 是injective module，当体剪刀它所有的 sum direct sum 里面的一个所有的 component 都是injective，所以这直接导致了 I 是一个 injective。当然这个要用两个性质，我们马上要去证明这一点。那为了说明这一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这里加了一个就是 proposition 6.2。那这个 proposition 6.2的话，就是讲了一个值和的性质。那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这里不去详细的去证明它，但是有一些更简单的办法去规避它的。就说对于一个对于一个我们还要回顾一点啊，就是我们上次讲了一个事实，就是对 projective module 的话，它是 arbitrary 的，它是 arbitrary direct sum，它都是一个projective 的。如果你里面的每个 mj 都是一个 projective module，那你的值和也是个 projective module，它两个是互为等价的。但是在injective module 下面，这个条件是不成立的，一般来讲是不成立的，这必须要做一个限制的。这个限制就是你这个值和的个数必须是有限个。当你的值和个数是有限个的话，你这个值和的这个 module 是 injective，当其剪到你每一个值和里面的 summate 都是一个 injective，就值和里面的每一项都是一个 injective，这是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的话，我们不去直接证明它，我们要证明下一个，然后我们要用一个比较基本的事实，就是在 module category 里面，这个值和有限项的值和有限项的值积是isomorphic。这个我们之前讲值和值积的时候我们讲过了，因为你值和在 module category 里面。你值和值积的定义啊，只差了一点点，就是它的，我们是这个 definition 是 explicit definition，我们这直接给出它明确构造的，就是它这里面有很多元素嘛，比如说 mg 加一，这是 component，就是所以把这一族的这个 module 摆出来之后，我们定义 component，这个 direct sum 的话只direct product 没有对这里面的 component 做任何限制，就所有的 component 都要放进来，但是的话 direct sum 的话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这里面非零的元素只能是有限的。那现在如果我们假说这 index set 是一个有限的 index set 的话，这 direct sum 和 direct product 是一个同构的关系，它们互为同构的，所以它们没有太大差别。我们只要考虑下面这个 direct product 就可以。这个定理的话，就是 projective module 的一个dual 的定理。因为我前面讲的嘛，就是 projective module 是里面的话，arbitrary direct sum 对 index 没有限制啊，是 index 可以是无穷的那种 index。arbitrary 的 direct sum of projective module is still projective。那反过来的话，就是如果你的 direct sum 是一个 projective，你的每个 summate 也是一个 projective。那在这个意义下的话，这个因为你 direct sum 和这个direct product 是互为 dual 的，然后的话你 injective 和 projective 互为 dual 的，所以它 dual 的定理就是这个。这个定理的话是对 index 没有任何限制，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对一个任意的 arbitrary 的 index set，然后我们考虑它的这个 direct product，direct product 这个 module 的话是一个 injective module，当其剪到每一个 component 是一个 injective module。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证明。我还要强调一点，这个证明的话，直接可以推出上面一点的，因为我们用同构映射，其实可以给上面一个证明一个更简单的一个证明，但是我们不去证明上面一点。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向，这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反向怎么证明啊？就是我们先假设所有的这个 component 都是 injected，我们现在要去prove 这个它的 direct product 是 injected。那怎么去证明呢？这是一个有点类似构造性的一个证明，就说我们知道啊，我们如果有个 direct product 的话，我们可以构造一个 canonical projection，这是我们的 direct product 的 definition data，它是一个canonical projection。那现在的话，我们要干什么呢？你要证明的是这个东西是 injective，那你就考虑一个 arbitrary 的 injective map，然后呢，你考虑这个 Helm set，考虑这个 Helm A，然后是这个 direct product mg，然后到这个sorry，要反向的，对，然后的话，这个东西的话是你要去证明这个拉回映射是一个 apomorphism，这是 product G mg，你要证明这是个拉回映射，这个拉回映射是一个 injective，是一个 apomorphism。
OK，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构造它。那首先我们知道啊，你给定它的话，我们这by definition 我们知道这个 MG 是一个 injective map，所以你所有的这个 MG 诱导出来的拉回映射，这个拉回映射一定要是依赖于这个 module 的。那每个 module 都在这个 MG 的话都会定义出一个拉回映射，这个拉回映射的话是一个 apomorphism，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的话，这有了这一点之后的话，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个从 A 到 G 的 map，我们看这个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图啊，我来在这里画个图。就是我们要干的事情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要干的事情就是 B，这是 F，然后的话我们这是 product G M G，然后的话你要干的事情说这个东西这里有个 map 的话，这必然呢在这里要诱导出一个 map。假如说我们在这里的话，我这里可能是记的 G，这里的话就存在一个 G delta，这个是叫成立。就说你是这解释了你的这个definition of the projective model 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 projective model 就代表着这个意思，就是说对于任意的这个 A 到 J 的一个 A 到这个 direct product 的一个 map G，我们都可以找到从 B 到 direct product 的一个 map G delta such that 这个图要交换。那么看一下怎么去构造它们。这个简单的来讲的话，就要构造的。那你现在的话，先考虑一个 arbitrary map G。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定义一个，让这个 G 和 projection 做一个复合。我们可以定义一个从 A 到 MG 的一个 map。那现在我们又知道，从 A 到 MG 的话，这个 MG 是一个direct 的，我来把这个写出来，就是这是 A 这是 B，然后的话这是一个 MG，然后 MG 的话，你知道这个 MG 是一个 injective module，injective module 的话，这里会诱导出一个必然会诱导出一个 Chris-Bardeen module，这是 GG，然后的话这必然会诱导出一个 GG delta，这是我们下面这个图。也就是说，因为你这个图的话是一个 MG 是一个 injective module 导致的，所以它必然会有这个图成立。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GG delta。那现在有了这个 GG delta 的话，我们要 define 一个 map，从 B 到这个 product 一个 map，就是我们这里需要的一个 map，我们把它构造出来。那怎么构造呢？就是我们把所有这里面 B 里面的一个 element B，我们都 map 成这个 GG delta 作用在这个 B 上的 component，把它摆在一起。要注意啊，这里我们用到了direct product 的 definition，就是我们在 model 里面是可以根据于 element 来给它一个 explicit 的 definition 的。那在这个意义下，我们摆在一起，摆在一起的话，这显然是 product 里面的一个 element，MG 里面的一个 element。所以说，然后的话，它是一个 R module map 的话，这是显然的，因为你每个 component 都是一个 R module map，而这个 product 里面的 R module structure 是 component wise，就是它是每个 component 来定义的，所以它必然的话是一个 R module map。有了这一点的话，我们只需要证明最后一条，就我们证明这个图是交换的，就是你这个 G delta 这样定义出来 G delta 和这个图交换，那我们直接去 check 就好了嘛，这个复合在一起，这复合在一起的话，你是每个 and by definition，你这个 FA 是 B 里面的一个元素嘛，这就是我们的 B 嘛，然后呢把 B 带进去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是每个 component 都写出来，每个 component 写出来的话，你在这里的话，实际上这个 component 的 GG delta 这里我们要用的这个图交换，这个图的交换性，这个图的交换性就在这里，在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东西的话就要等于 GG。要等于 GG 的话，这个 GG by definition 是 projection 复合 G 的，所以你写在一起的话就这个样子。但是你这个 projection 复合 G，然后每个 component 都放了一个 IG，这个和 G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就直接证明了这个图是交换的，也就是说我们证明的一个反向的一个结果，每个 component 都是一个 injective module 的话，它的 direct product 必然是一个 injective module。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反向怎么证明，反向更加容易一点。反向的话，我们要证明，就是说，如果它的 product 一个 direct product of a family of injective module，of a family of modules 是一个 injective module，我们可以推出它的每个 direct product 的 summit 都是我们的一个 direct product 的一个component 都是我们的一个 injective module。那怎么证呢？我们要证明这个事实嘛，相当于就是说我们都要证明，假设存在对一个 arbitrary given HG，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对应的 HG delta such that 这个图交换，而且上面是一个 F 值还是一个 injective map。那现在的话很简单，这个怎么证明呢？我们只要去 define 一个 map，spatial map。这个 map 的话，我们把它 define 成这个 A 到它的 product 的 map。那怎么去 define 呢？它是把 A map 成每个 HG 的放在一起。这个就是把每个 HG 对应的，因为 HG 是 given 的，这是给定的一个 component 嘛。现在我们由这个给定的一组，因为这是每个 J 都给了，这是每个 J 都有的，这每个 J 都有一个这样图的话，那你给这个 element 的话，你这个每个 J 下来的话都会有一个对应的 HGA 的。然后你现在把它放在一起，把它放在一起的话，可以看成一个 product space 里面的一个 element，这是 product space 里面的一个 element。所以的话，你这样的话就会定义出一个从 A 到 product direct product 的一个 module map。那现在我们知道，因为你这个 product 是一个 injective map，所以你必然存在一个 H delta such that 这两个图要交换嘛，这两个复合一下要交换。那你现在这个从这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你可以直接把这个 HG delta 定义成这个 H 复合上一个这个 projection 的 component，然后的话你去 check everything 就是直接是一个显然的过程。OK，现在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我们证明了两件事情，就是我们证明第一件的话，我们证明了一下怎么去判断一个 module 是不是一个 injective module。然后第二点的话，我们证明一下这个 injective module 和 direct sum 以及它和 direct product 的关系。
反正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实就是 direct product 没有任何限制，index set 没有任何限制，就这是它的就是特性，就特性的一个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injective module，就是这和 projective module 里面的projective module 里面 direct sum 是一样的，就是对 index set 没有任何限制。但是如果你去考虑 direct sum 的话，这个 direct sum 只能是有限的。如果当然，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说，你在什么意义下，你这个 direct sum 也满足对 injective module direct sum 也满足类似的性质呢？这个当然也是有代数结果的，这个是要考虑对 ring 的性质做限制的。我们这里的话，其实要考虑诺特 ring 上的一个 module 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和下面一样的性质，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对这个 index 做 finite 限制，我们也有个类似的结果。但这个的话，我们暂时就不去讲那么多。OK，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这一章的我们本节的最后一部分内容。那这一部分内容的话，就是相对来讲的话，我就不太讲它的证明了，因为证明的话，主要我们要讲的结论的话，就是书里面是没有讲的这个，但是其实上这个东西是这个内容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内容的话叫巴尔西criterion，就是说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由这个 巴尔他提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他是在这个其实 injective module 的话也是这个他提出来的，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据，他这个判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导出结果的话，就是说 arbitrary module 都可以嵌入到一个 injective module 里面，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 arbitrary 你这里面是对一个 module 没有做任何限制，你只要是给定一个 arbitrary R module，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 injective module such that 这个 module 可以嵌入到这个 injective module 里面，所以这是个很强的结论。但这个结论的话要证明的话，就要用这个巴尔 criterion。那书里面没有讲这个是 bar criterion，然后的话我这里也强调一下我们之前反复强调的两句话，就是这两个是互为 due 的，就是你的every R module 可以看成是一个 projective module 的 quotient，然后的话我们前面讲的 quotient 和 sub module 是互为 due 的，然后的话你这个 injective module 和这个 projective module 是互为 due 的，所以这两个东西可以看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互为 due 的一个陈述。OK，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bar criterion。这 bar criterion 它讲的是一个这样的事情，他说一个 left R module。它是一个 injective module，当且仅当对于任意的一个 R module map，这 R module map 的话，这个 I 是一个 ideal，因为你是 R 上的一个 ideal 的话，你可以看成是 I 是一个 R 上的 ideal，这是标准记法，就是你小于等于的话，就是它是个子结构。然后的话，在这里的话，ideal 的话，实际上你可以加一个三角形的，但是无所谓，就是说你是一个 ideal 的话，你必然是个 R，必然是一个 R module，它是必然属于这个 mod R 的，就是简记来讲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的话，你这个东西的话是个 module map，这个东西是在 mod R 里面的一个 map，然后它这个东西是必然可以推到一个 R 上去的，就是它可以变成一个 FR 到 M 的一个 map，这个 map 也在 mod R 里面，因为 R 自己就是一个 R module，R 就属于一个 mod R，它是 canonically 是一个自己的一个 module。那画成图的话，就是我们下面这个图，就是说我们假设考虑一个嵌入，就是这个是从 ideal 这个把它看成 R 上的一个 module 的话，然后的话它是从 ideal 到 R 的一个 map，这都是看成一个 mod R 里面的东西的。然后的话这个嵌入啊，然后有了这个嵌入的话，这个嵌入当然是 injective，当然是一个 injective map，就是 monomorphic 的 map。你现在的话对于任意的这里 f 是从 I 到 M 的这个 map，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对应的 f delta，这个 f delta 的话是从 R 到 M 的一个 module map。但是因为这个是东西实在是嵌入映射，你嵌入映射的话，这个还代表什么意思呢？这还代表了这个 f delta 限制在这个 I 上的话是等于 f 的。OK，就我来再阐述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个定理的意思就是说，你一个 left module M 是一个 injective module，当且仅当你这个图要永远成立，就你这个图要永远成立。就是说你这个有个嵌入，然后的话，你下面对于任意的这个 f 的话，永远都可以找到一个对应的这个它的扩张，就是 extension。那么这个也是在 category 里面也是一个专业词汇，就是 extension。extension 的话，所谓 extension 的话，就是它限制在这个 I 上的话是等于这个 f 的，这是 extension，这是 restriction 和 extension。这个是 f is called the restriction of the f delta，这个 f delta is called the extension of the f。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去证明。这个证明我们看一下后面的一些证明我们就略过了。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正向的，正向的话就是说你这个 M 是一个 R module，你要推出这个后面这个结论成立，这个显然嘛就 by definition 成立的嘛，因为你 R 已经是个 injective module，你这是个 monomorphism，你对于这个 map 的话，永远都可以找到一个对应的 map 的它的图交换，因为这个 U 它是一个 inclusion，所以你这里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就是这显然成立的。OK，我们来看一下反向。反向的话就是你要证明什么事情？反向是比较复杂的。我先说一下这个反向是比较复杂的，就是反向的话我们要证明什么事情呢？我们要证明这个。只要这个图成立啊，只要这个结论成立，那你要推出这个 M 是一个 injective module，那怎么证明呢？我们要证明这个图嘛，下面这个图嘛，就是考虑横向的是这个 F，是一个 injective map，然后的话，你就考虑对于任意的这个 H，我们都可以构造出一个 corresponding 这个 H delta，such that 这个图要交换。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证明它。那证明它的话，这里首先要用到容引理，就是我们要用容引理去归纳出一个极大元。那归纳出一个极大元的话，我们再用这个反证法去反证这个这个 M 是必然是一个 injective module。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构造这个怎么去利用容引理。首先的话，我们知道这里的话要做一个，这里很标准的，就是我们在这里的话就要做一个嵌入，就 image of 的 f 是一个 sub module 的 b， 这很显然的嘛。但 image f 因为这个 f 是一个 monomorphism， 它是个单同态，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 image f 和 a 等同起来，这为了简便我们的记号。简便我们的记号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直接把这个 f 属于这个 b， 直接写成这个 a 属于 b， 就是认为它是个嵌入。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更好的和我们前面这个所谓的 excitation 和这个 restriction 的记号吻合起来。OK，有了这一点之后，现在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 step 就是这样，我们要引入一些 acceptable pairs。这个 A 和这是个 pair 是有两个 object，两个 data 的，一个 data 的话就是 A， 就是在这里，就相当于在这里取了一个 A pair。然后的话，你还另一个 data 的话就是 H pair，这是个 H pair，这是一个 H pair。它满足什么性质呢？就是这个性质的话，就是说你这个 你这个 A pair 的话，还是介于这个 A 和 B 之间的。就是说你 A 在这里，然后的话你找到一个 A pair。包含 B，就是你反复的去，现在 A 在这里面，因为是嵌入嘛，那记住我们始终在讲这个是嵌入，这是 H 嵌入，然后你找到一个 A 撇，然后找一个 A 撇的话，它要满足，它也要保持这个图嘛，它在某种意义上也要保持这个图。那既然要保持这个图的话，你定义出这个 map 的话，就要满足一个什么性质呢？一个自然的定义出来这个从 A 撇到 M 的一个 map 的话，它是要满足这个 restriction， 在这个 A 上，它和这个 H 要一样。就这两个是它的 definition 的性质，也就是说，这个 H 撇限制在 A 上永远和 H 一样。那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去把这种 set 拿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去define 一个 partial order。这个 partial order 的话也是很简单的，就是说你现在假如说有个 A 撇，还有个 A 撇撇，那 A 撇撇的话，它有两个条件，就首先你这个 A 撇撇比 A 撇要大，那这个 partial order 就是我们认为右边就比左边大，并且这个右边限制在这个 A 撇上的话，你还要恢复到这个左边，这就是一个很容易去验证它是个 partial order。partial order 就是它的几个定义关系去验证一下，就是个标准的一个验证。然后有了这个 partial order 的话，现在要注意一个性质，就是说你这个任意的一个全序链，就是它这个你这里面的话，你这个链的话必然是有个上界的，因为你上界就是被 B 所限制住了，你在所有东西都在 B 里面被 B 限制了，所以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有个上界的。那有了上界的话，容引理就告诉我们这个 partial set 里面，这个 x 是一个 partial order 的 set，然后 partial order set 里面必然有个极大元，这个极大元就是我们把它记成一个 A0H0，就是我们极大的，就是我们不存在这样的 pair，它是在这个 pair 比它还要大。在这个 partial order 以下，比它还要大，这是我们的假设的，就是容引理给出我们的一个结论。那现在的话，如果这个 A0，如果 A0等于 B 的话，已经就我们不需要证明什么，因为如果 A0等于 B 的话，你相当于在这里面就找到了 A0等于 B，找到 A0等于 B 的话，你这里还有一个对应的这个 H0。这个 H0的话呢是什么性质呢？这个 H0是限制在 A 上是等于H 的，那代表什么意思呢？就在某个图啊，要记住，我们一直在用了我们这个东西啊。然后如果这有一个 H0的话，你这里有个 H0，然后这是 A0，你这个东西限制在这个它 A 米上，一个 H0 限制在这个 A 上是等于这个 H，代表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你把它翻译一下，就是它限制在 H0 限制在 A 米值 F 上，要等于这个 H 的，那代表这个图交换。所以说，如果你这个归纳出来最大元和 B 一样，那就不需要去证明什么东西了。现在我们来假设这个归纳出来这个最大元和 B 不一样，我们去反证它，去给它推出一个矛盾就好。那这个证明也是就比较标准，就是说现在你假设这个 A 和 A0和这个 B 不一样，那 A0和 B 不一样的话，必然存在 B 里面的一个 element such that B 不在 A0里面。那么去 define 一个 ideal 出来，因为我们现在要用我们的假设，要记住我们要用我们的假设，这要用很重要的 trick，就是你这个 trick 里面的话，你要用这个这个 ideal 和它的这个还自己。所以那怎么使用这个条件呢？在这里的话，就说我们可以 define 一个 ideal 出来，这个 ideal 就是这样 define 的，就说你给定这个 A0，我们现在去给定这个 B，给定这个 B 和 A0的话，因为这个 B 是在这个 B 里面，然后 A0在这里，然后 B 是个 fixed element。这个 fixed element 的话，我们是要求满足什么条件呢？就是我们把 R 里面的所有把这个环里面的所有 element R 取出来，这个 R 要满足的性质是 R 乘上 B 要属于 A0，就是 R 乘上 B 的话，相当于是在 A0里面。这简单来讲的话，就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A0 除上一个 B，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 ideal。然后这个东西你把它放在一起的话，是很容易去验证它是个 ideal，因为你 A0是一个 sub module，sub module 的话满足这种性质的，满足这种结构的关系的话，这个 R 一定是个 ideal。这在我们第一节的时候就讲过的，就讲其中一个例子的时候我就讲过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况。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我们这个条件。我们现在有了这个 ideal 之后的话，我们要 define 这个 ideal 到 M 的一个 map，因为我们的这个要用这个 definition，要用这个
条件嘛，所以我们要 define 这个从 ideal 到 M 的一个 map。这个怎么去 define 呢？我们就把它 define 成这个 F 作用在 R 上，这个 R 是 ideal 里面的 element，它是等于这个 H0作用在 R 乘上 B 的。这个为什么这个 H0能作用呢？因为 R 乘 B 是 A0里面的一个 element，所以这个 H0可以作用在它上面。所以这个 definition 是 well defined。那 well defined，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假设条件。我们假设我们这个 ideal 这个 map 的话，从 ideal 这个 F 到 M 的话，看我们这个图啊，就是我们这个图的话，我们这个图的话必然是可以扩展到右边的，就是说我们必然会找到一个它的 extension，就你在这个图里面必然可以找到它的 extension，这是我们的条件。那我们就是直接找它的 extension 就好了，就必然存在一个 extension such that 这个图交换。现在你有了这个 extension 以后啊，这个 extension 实际上给我们诱导了更大的结构，就我们这里的这里的 contradiction 就是从这个 extension 导出来的，因为 extension 它会给我们诱导出一个更大的一个 A1，这个 A1比 A0还要大，但是它也满足，它也在 X 里面，它也在我们前面 define 出来这个 set 里面，所以就会导出一个矛盾。那怎么去 define 这个 A1 呢？这个 A1 就可以 define 成这个 A0和这个 B 生成的东西的一个值合，就是把这两个东西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去 define 一个 A1。然后的话，把这个 A1 define 出来的话，就很显然这个比 A0要大嘛。那现在我们要 define 一个 H1 的，因为按照我们这个 definition 的话，这里面有两个 data，一个 data 是一个 object，还有另一个 data 是个 module 的话，另一个 data 还需要它是一个我们的这个的，还需要它是我们的是一个 map，从 A1 到 M 的一个 map。那这个是需要定义的，我们把它定义成这个样子，因为你所有的这里面的element，你所有这个 set 里面的 element 都长成什么样呢？都长成这个 A0加上一个 RB 的。然后的话，你这个 A0加上一个 RB 的话，你这个 H1作用在它上面的话，就是我们直接把 A0给它作用在第一个部分上，然后把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们去 define 成这个 R 乘上一个 F 作用在 identity 上面。这个 F delta 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这个你在这里的话去 extension 出来的一个 map，你这个 extension 可以 extend 出一个 extend 一个 F 可以去 by assumption，因为它是一个 ideal，所以它可以 extend 到 R 上，这是 extension 做出来的一个 map，然后你给它定义成这样子。当然你需要去 check 这个是 well defined，当然这个 check 也是很显然的。然后有了这个东西的话，你会验证出这个 A1是比它还要大。但是我们根据我们的假设的话，这个已经是 maximal element，你不能有元素比它大，所以这有 contradiction。那这个 contradiction 就相当于说什么呢？就是这说明了一个 A0必须要等于 B。那 A0必须要等于 B，按照我们前面解释这个证明已经结束了。这个可能有点绕一点，但是因为这个结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结论，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有名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这里简单证明一下。然后有了这个结果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实。要讲下面这个事实啊，我们要讲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目标是要证明对于 arbitrary module 这个 module 都可以嵌入到一个 injective module 里面。那现在这个嵌入的话，其实你要做这个嵌入的第一步的话，你要去考虑，先不要去考虑它的 module 结构，先去考虑它的 abelian group，因为所有的 module 都是 abelian group，所以你先考虑这个 abelian group 怎么嵌入到一个特殊的 abelian group 里面。所以这就是下面这要干的事情。而这个要干的事情的话，就是需要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divisible module。divisible module 的话，它是当然可以定义在 arbitrary 的 ring 上面，这里为了简单定义在 integral ring 上面，因为我们只需要 integral ring。如果定义在 arbitrary 的话，你就要考虑它是非零的，不是零因子的那些元素。但这里的话就是integral domain 的话，所以没有零因子，没有非零的零因子，所以这个就更简单一点了。那它怎么定义呢？就假设你这个 ring 是一个 integral domain，然后的话 D 是一个 module，是 R 上的一个 module。那 D is called divisible，这个 module is called divisible，当其简当什么意思呢？当其简当对任意的D 里面的 R element Y 以及这个 R 里面的非零元素 R。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 X 里面的 element such that 这个 R 作用在 X 上等于 Y。那这个话我跟大家又解释了一下，我下面就重新解释一下，这个话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话代表的是说，你 R 这个 action 非零的这个 R action，这是个 module action，你这是个 map，这是从 D 到 D 的一个 map，这个 map 是一个 surjective map，因为你对于任意的这个 R 作用在 some element 上，你要得到 Y 的话，这个必然存在一个 X element 是的，这个式子成立，这个 X 是在这个 module 里面的，所以就相当于说这个 map 是一个surjective map。那这个定义当然是很直接的，因为相当于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吧，例子更加容易理解一点。首先，我们第一个例子的话就是Q，如果我们把 Q 看成是个 Z module，也就是把它看成一个 abelian group，因为你个 Z module 的话就是看成 abelian group 嘛，它是 divisible，为什么呢？因为 Q 里面的 element 的话是 P 除以 Q 嘛，然后你这个 module 的话 Z 作用在 module 上，就是它的 module 作用的话实际上就乘在一起，这里面的元素都是整数啊，这里 PQ、NPQ 都是整数。那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作为 divisible module 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的话，我们假设给定了个 y 等于 p 除以 q，然后的话给定了一个 n，这个 n 不等于零，这几个都属于在整数里面的。我们现在要找到一个 x，such that x 乘上 n 要等于这个 p 除以 q。那你把这个 n 除过去就好，
因为它是一个乘法，就直接是一个数字的乘法，所以把 n 除过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 xj 等于 p 除以 q 乘以 n，这当然是个有理数，所以它还是在 q 里面的，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个 q 作为一个 z module 的话，它是一个divisible module。当然，你这个前面这个结论有的话，你这个后面要证明的这个就也是很简单的，就是你要证明这个q 模上一个 z 的话也是个 divisible。那 q 模 z 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0到1这个区间上的一个有理数嘛。那你这个东西和前面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没有任何差别。OK，那然后的话，作为还有一个就是说 z 作为有一个反例，就是说它是不是说你定义一个东西的话，当然你要看这个定义是不是囊括了所有概念，因为你如果囊括了所有模的话，就没有意义。你在这个下面的话，你发现这个 divisible module 的话，这个 z 作为模的话，作为 z 模的话是不能 divisible，这个也很显然的，因为给定一个 m，然后的话你也给定一个 n，这个 n 不等于0 such that 你要找到一个 n(x) 等于 m，你要 solve 这个 equation，solve 出一个整数出来，这不可能的嘛。这如果当其减到这个 n 等出 m 的时候才可以，你 n 不整出 m 的话，你不存在这样的 element。比如说这个2和3，然后你2乘以 x 等于3，这个方程在整数里面没有解，所以这个 z 就不是一个 divisible module。OK，有了现在这个定义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几个定理。这几个定理我们就不去证明。然后的话，首先第一个定理的话就是说，如果 R 是一个 integral domain，那这个divisible module 的 quotient module，就 divisible module 的 quotient module is divisible。OK，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就是这个我们用不到，这个6.4我们是用不到的，我们主要用到的是6.6、6.6和6.7，我们要证明我们最后的一个结论。然后6.4的话就是一个简单的结论，关于 divisible module 的结论。然后6.5的话就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条件给它拓展到一个，把这个整环把这个 integral domain 给它变成一个 PID，就主理想整环。那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说，这个是说在主理想整环上，第一，这个 module 是 injective，当体简当它是 divisible。这个 divisible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性质，很重要的性质，就是这个就我们会看到啊，在 module 的研究里面，其实 module 和 ring 的关系是就完全交织在一起的。就很多 module 的性质实际上都可以把它变成一种 ring 的性质。那在这个意义下的话，就说你 ring 的这个 PID 性质，就是主力想整环的性质，就完全对应着这个equivalence of the divisibility 和这个 injectivity of the module，就是6.5的意思。然后的话，这个结束的话，我们来看一下6.6。6.6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后面我们后面要证明最后一个结果的最后一个定理的时候，我们要用到这个结果。6.6讲的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任意的 abelian group 都可以给 embed 到一个 divisible abelian group 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给定一个 abelian group G，这个 G 的话都可以嵌入到一个大一点的一个abelian group D 里面。当然我们都可以把它看它，当然我们可以说都是个 Z 模里面的嵌入嘛，就是说任意一个 Z 模 G 都可以嵌入到一个 divisible 的 Z 模里面去。然后的话，又因为你这里的话，我们知道 divisible abelian group 这必然是一个 injective 的 Z module，因为 Z 的话也是个 PID，所以你在这个意义下的话，你就是说这个都是成立的。OK，然后的话，你这个反正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说 abelian group 我们必然都可以嵌入到一个 divisible abelian group 里面。然后这个结论我们要用的。然后下面的话，这个证明的话还需要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我们这里要解释一下这个我们之前讲 Helm functor 的时候没有讲的一个事实，就是说给定一个 commutative ring，然后的话也给定一个 abelian group。我们可以考虑这个 abelian group 之间的 morphism，实际上就可以说 abelian，反正前面我们讲过很多遍了，就是 abelian group 和 Z 模是同一回事情。我们这个东西可以看成 Z 模的一个 map，就是 R 看成一个 Z 模，而 R 看成一个 Z 模是因为 R 也是一个 abelian group，一个 ring 的话也是个 abelian group。然后的话，你这个东西的话也看成一个 abelian，右边的话本来就是个 abelian group。然后的话，我们就要说这个东西的话实际上是有个 R module structure 的，有个 canonical 的 R module structure，就怎么定义呢？就是我们下面这个定义，就是我们 R 和这个作用在最后 map 过去，怎么 map 呢？就是我们把它两个复合在一起的话，我们认为这是一个 module map，这是 module 的 scalar multiplication，它是 define 成这个把 A 这个 element map 成这个 map 成这是我们的F，这是我们的 F。然后的话，你这个 R 作用在我们的 F 上是不是还是一个 Helm set 里面 element 呢？那它作用在 A 上的话，它代表什么东西呢？它直接等于这个 F A 乘以 R。OK，但你要注意的但你要注意的是这里面的话，就是我们这个Helm set 已经是一个 abelian group，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它已经是一个 abelian group，因为它的 abelian structure 是由 A 给它诱导出来的。现在你有一个 scalar multiplication，所以这样的话你合在一起的话，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 R module，这个东西就天然地是一个 R module，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后面要用。我们在证明最后一个定理的时候要适用一下这个定理。OK，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一个结论，也是我们需要用到的一个结论，就说如果 D 是一个 divisible abelian group，那我们知道这个 Helm 这个 RD 是一个
injective R module 这一步你已经看出来，这很显然是很重要的一步，因为你这个不是直接把 divisible abelian group 可以看到这个6.6的话，你是直接是 abelian group 都可以嵌入到一个 divisible abelian group 里面去。然后的话，你现在又知道这个6.7，你又知道这个如果 D 是一个divisible abelian group，then 这个 Hom 这个是一个 injective R module，那很明显就是这已经给我们一些启示了，就是你要去考虑一个任意的这个 R module M 的嵌入的问题的话，你就需要把它转化成一个 Hom set 里面的东西，把它转化成某种 Hom 的结构，然后把它再嵌入到这个 Hom 里面去就好了。OK，我们现在看一下最后我们最重要的结论。我们这个结论的话，这是我们本节的最后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的话，就是说，任意的 R module 都可以去嵌入到一个 injective R module 里面去。那按照我们前面解释的这个思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怎么构造。首先第一步的话，我们来给定一个 R module M，就是要注意这是 R module。然后的话，它是一个 abelian group，这是很显然的，因为它所有的 module 都是个 abelian group，所以它也在这个 mod Z 里面。它在 mod Z 里面的话，那根据我们的6.6，所有的 abelian group 都可以嵌入到一个divisible abelian group 里面去。所以的话，因为你这个 M 是个 abelian group，所以你可以找到一个这个嵌入这样的一个 monomorphic map， such that 这个式子成立。我们的嵌入以后的话，我们现在来考虑这个 short exact sequence，这个不是个 short exact，这是一个短的一个sequence。这个 sequence 的话，是因为它是个嵌入嘛，所以又因为它是 abelian group 之间的 map，所以它可以看成个 Z 模之间的 map。你现在我们又知道这个 R 也是 Z 模，R 也是一个 Z 模，实际上就是 abelian group 的 map。这样的话，我们给它取个 Hom factor。同样的话，我们这里还是要用到我们一开始讲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是0到 A 到 B 到 C 这个东西是一个 exact sequence。当前引到 Hom， 这个 Hom 作用每一项之后，这个0作用到 Hom 这个 R 这个推出映射，然后到 Hom， 我们不要 R 了，我们就直接来一个 X 吧，对，然后是 Hom XB。然后 Hom XC 这个是 exact。那这个 exact 的话，我们就要把最后砍掉，因为我们不需要用最后的嘛。所以这个意义下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个 R 看成 X 的话，换成这里的 X 的话，这直接导出了一个结果，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 exact 的东西。这个东西 exact 相当于就说它是个monic 的 map，就这个推出映射是一个 monic 的 map。OK，这里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上一次讲的那个定理是非常重要的。我强调了好多遍的，就是这个定理在很多地方的证明里面都要用的。这 Hom set 最重要的一个性质，这 Hom factor 最重要的一个性质，就是它是把左边这个如果是推出映射的话，就是把这个短的变成一个 Hom 变成另一个 exact sequence。当然，所有都是从左边起步的。当然，如果你是反面函数的话，你就是 AB 到 C 到0，然后这个反过来的话就变成一个 Hom 的印象，还是从左边起步的。就这个很奇怪，就是因为它是 Hom set，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永远都是在 Hom 的意义下都是从左边是个0。OK，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有了这个事实的话，我们首先就完成了第一步。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步。第二步的话，就是因为你这个 Hom R 到 M， 和这个 Hom 这个 R 到 D 这两个东西，按照我们前面的介绍嘛，就是这里的话是有 canonical 的一个 canonical 的 R module structure 的。所以的话，你在这里的话，这两个东西都是一个 R module。然后的话，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一个 map，在这个 map 的话，我们还没有证明，我们现在只证明了它是一个Hom set 之间的 map，它是个 abelian group 之间的 map，我们还要去证明它是一个 R module 之间的 map，因为这个是不能自然保证，因为这个只是个 Z module 的意下成立，这个只是在 Z module mod Z 里面成立的，所以这个很显然是我们没有 R module 机构的。你要证明这一点的话，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嘛，就简单的 check，就说你要证明这个是一个 R module map 的话，实际上你要证明什么东西呢？你要证明的是它是满足这个 abelian group 的性质不用证明了，因为 abelian group R module map 的话，我们要一个 map 是 R module map 的话，我们要证明两点嘛，一个是 A 加 B，这里的话实际上是因为是 Maxim 把它记成阿尔法加贝塔的，这个东西要在 abelian group 下要展开嘛，就是阿尔法加上一个 F 贝塔，这个我们不需要证明，这个已经被这个保证了，因为这是一个mod Z 里面的一个 map，所以它肯定是保持群结构的。然后的话，我们现在还要证明就是另一点的话，就是 F star 这个 R 阿尔法，这个可以写成一个 R F star 阿尔法，这我们下面要证的东西。那么怎么证呢？就说 F star 如果作用在 R 阿尔法里面的话，你作用在 R 阿尔法上面的话，这个阿尔法是这个前面的是这里面的一个 element，所以它是个 morphism。你这个 R 作用在阿尔法上面，然后在 F star 再做一个推出映射。你这个推出映射以后的话，你这个得到的还是个 map，这个 map 的话是在右面的这个set 里面 map，所以我们可以考虑这个 R 里面的 A， 它可以作用在 R 里面的一个 element 上，这个 A 是属于 R 的。然后我们就 check 一步一步展开嘛，就简单展开，就是因为它是个推出映射，推出映射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展开，来放到左边展开，然后作用在 A 上。然后的话再一步一步来解开嘛，因为你这里面就是这个函数先作用嘛，所以先这个函数先作用上去。这个 R action 的话是按照前面的构造的话，这个 R action 就直接作用在外面。然后的话，你这个 action 以后这一步就很重要了，这一步比较 tricky 一点。这个 R action 是阿尔法 A，这个 action 是前面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 home set 这个 home set 的 action， 这个 action 的话就必须要作用在这个里面，把这个 r 要放到这个里面的右边去。所以你在这一步的话，你会把这个 r 自动放到这个阿尔法的右边去。然后的话，同样的话，你会看到这个东西实际上这两个一复合的话，实际上也是推出映射复合在阿尔法上面。然后的话，这个 element 现在变成了 a 乘上 r，而这个整体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整体代表的就是 f star 这个阿尔法，你把它看成一个整体这个 function j 的话，这是 j a r，你个 r 在右边，所以相当于这是 r 作用在 j 上，然后再作用在 a 上面。所以从这里面看的话，就是这个式子成立。那也就是我们证明了我们想要的事实，我们证明了这个事实。那我们就说，这就说明了这个推出映射是一个 R module map。OK，这是第二步。现在有了这个第二步的话，我们已经有个 R module map。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它是一个 injective module，这个是一个 injective 的 module。这个我们在这个前面的这个说明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是一个雷马6.7保证了说，如果你这个 divisible 的一个 abelian group 的话，你这个 home set 它作为 R module 是一个 injective module。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头了，就我们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构造的。在这里的话，我们知道你这个东西已经是个 injective module，那你现在你知道这已经有一个嵌入了，这已经有个嵌入了。我们现在对一个 arbitral group，我们只要找到一个 m 到它的一个 map 就好了。那怎么找呢？这也是 canonical 的，这个东西也是 canonical 的方法，因为这里我们要用到一个很经典的事实，就是说，首先我们知道啊，这个 hom 这个东西，hom 这个我们这里要用到一个很经典的事实，就是 m 同构于这个 hom set 这个式子，就是你这个 m 和这个m 作为一个 R module 和这个 R module 里面的 R 到 m 的 map hom set 是同构的，这个很经典的事实。OK，然后有了这个事实之后的话，我们会构造这个后面这一步是固定的嘛？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这一步，这个等价性成立的话，我们现在只需要去考虑这个东西怎么去嵌入到这个里面去。怎么嵌入呢？那这个嵌入的话，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所有的这个 R module 的这个 map，你这个 set 的话，作为 R module map 的话，它 tend 比 Z 作为 Z module 的 map 要小一点。因为 Z module map 的话，就是 abelian group 的 map，它没有别的限制。你如果做一个 R module 的 map 的话，你还要做一个更大的限制。所以在这个意义下的这个左边的 home set，它比右边的就是要小一点。它比这右边的要小一点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证明这里的话也有个嵌入关系。这里也有个嵌入的话，那你三个联合在一起，把这个横向的这几个联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对一个 arbitrary given 这个 module m，我们永远可以找到把它嵌入到一个 home set 里面去。但这个 home set 里面这个 D 是一个 divisible 的一个 abelian group，所以它是个 injective module，所以 arbitrary 的一个 module，就是我们的结论就是 arbitrary 的 R module 就可以嵌入到一个 injective 的 R module 里面去。OK，这就是我们本节的内容。本节的话就是基本简单讲了一下这个injective module 的一些最基础的一些事实。然后的话，也许我们在后面讲完这本书之后，我们去讲那个 Rotman 的书的话，我们会碰到更多的事实。Rotman 书里面有更加详细的一个论证。那我们的以上就是我们本次内容。